大家好，下过雨后，经过一天的曝晒呢，这疏松的土壤表面已经干掉。不过，因为有良好的土壤团粒结构，下方仍可以保持湿度与透气。在进行移植作物进菜床内前呢，趁机消化一下发酵桶内发酵完毕的咖啡渣。咖啡渣的用途主要是增加土壤的氮肥，而咖啡渣可以使用堆肥的方式进行发酵，在发酵完毕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而这些咖啡渣是浸泡在发酵桶内，再次发酵后的残渣。这些残渣的额外用途，则是拿来当作帮助土壤疏松透气使用。整地的时间刚好可以聊一下天气越来越热的种植安排。在天气凉爽的时间，就陆续开始搭设多组的棚架，这是要直接利用攀爬型作物遮挡上方的日照，目的是要掩护下方的作物生长。而家庭种植空间通常比较小，棚架搭设时，除了建议是南北向比较抗风之外，若是在菜园干活的时间主要是下午，棚架就可以南北向的搭设在菜地的西边这样还可以提供帮人遮挡日照的效果。反之，若是早上作业，则可以搭设在东边。现在这时间点是下午约3点左右，因为西边有百香果棚架挡住了日照，也就可以降低一点高日照的困扰。这对于作物或是人的活动都很有帮助啦。或许这也是一直待在这慢慢玩弄这一块菜地的原因。而将内部菜床进行分割，中间留沟的目的，可以方便日后采用漫淹的方式之外，遇到下雨时也可以帮助排水。另外也是不想要直接从上方浇水，这在夏天日照比较强时呢，过于频繁从上方浇水，土壤很容易发生板结不透气的现象。对于一些根系比较需要透气的作物呢，频繁的浇水很容易导致败根的现象。由于取水的位置是在地势比较低的径头前方因此这沟槽还反向将高处的沟槽挖得比较深，来达到水往高处流的效果。只是这距离实在有点短，又没有循环路径要呈现出水往高处流的效果，并不好拍摄。不过，水往沟槽浇下去后呢，水没有快速往地势比较低的前方流动，也是可以得到验证这等沟槽固化后，日后会改成沉水马达，直接漫淹就好。接续先到前院挖掘菜苗。前院的日照这个时间点就很不适合活动这环绕水池内淤泥慢慢垫起的诚意走道已经快成型了。至于一旁扦插的地瓜叶生长得非常顺利撒种的空心菜则很明显的被杂草攻略。目前一样先当作备用菜，过几天再进行微调嫩化一下即可紫微小白菜则是要进行移植到后院，主要是跟水菜的生长特性所需要的湿度不同
另一旁这高密度生长的则是红苋菜。虽然说是红苋菜，但是红苋菜却是可以调色的菜。在生长过程中，只要降低日照，叶片就可以转绿。如果想要看起来红红绿绿的菜叶呢，生长过程透过适度的进行遮阳，降低日照后，红叶就会有转绿的效果。建议是在采收前2-3天进行遮阳，有嫩化的效果之外，色泽混搭的菜叶看起来也比较漂亮。挖好菜苗后，一旁的棚架遮阳的效果就很有用处了。一般进行移植时，都建议在下午或是傍晚，日照比较不强的时间，移植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夏天的时候，太阳下山的时间很晚，除非假日，平时实在没有办法拖到那么晚。一旁有帮忙遮阳的棚架，就可以将时间往前移，这样无日照的时间可以有效拉长，移植后需要的恢复期也可以短一点。而这些紫微小白菜种植的间距拉得比较大，主要是要让它生长得比较久，长成半结球的状态。半结球后，它的叶片下方会很像奶油白菜的菜梗，但是口感却比奶油白菜好上许多。有小孩子说呢，这是第2好吃的菜了，最好吃的菜则是青花笋。原本也是很难以理解，直到吃到进入半结球的紫微小白菜，一切就都懂了。它的叶片底部除了会很厚实无湿，还带有甜味。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试种看看。接下来刚好可以呈现上部影片将两侧瓦片拉高的用意。这根比较粗重的牙管一直猜不透原本的用途，因为还多了可以转动延长的功能，没有拿来使用就是觉得很可惜。暂时这样摆上去，感觉还蛮合理的。而再盖上防虫网的原因，最直接的好处是防虫网可以就地使用，省事不用收。盖上网之后，遮阳与预防雨水直接冲刷也很有帮助。将网子拉撑后，因为夏季作物没有那么高大，瓦片菜床看起来也变得比较精致有趣。目前就暂时将拍摄重点窝在后院重整改造。前院虽然也有缓速前进，但是影片剪辑速度太慢，就放掉，暂时不拍摄了。以上分享，谢谢收看。